好，回到节目来看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现在又预计说要改到1月14号的这一天呢，来公布美国总统川普所发动的全球性的关税政策是不是合法？因为原本大家期待的就是在1月9号的白天台北时间的1月9号，昨天的就是礼拜六的深夜11点钟要公布，但是呢后来又往后延，说要1月14号再公布。路透也指出，如果川普输了这场官司的话，那后果是什么呢？美国政府可能会被要求返还进口商已经支付的税金。这个算了一下，合计大概是有达到1500亿美元。不过呢，就算是白宫被判输了不合法，那仍然可以用其他的贸易法源重新来包装关税，比如说有关国安的232条款、贸易的301条款，还有呢122、338这些条款工具所以接下来大家众所瞩目就是1月14号这一天。委员，您觉得这个最高法院，因为很多人说美国的司法是他们的灵魂嘛，你觉得这个判决会是如何呢？大概会从什么方向？我是觉得一半一半的，因为你去看了前面的第一审是国际贸易法院判的，2审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的，这2个都是判川普输了。那很重要一个原因就认为说，你这个税抽这个税，这个是国会的权利，你不如现在拿了一个什么 IEE 这个 PA。什么国际什么紧急法案，经济什么全法案，就拿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在那边开始在关税上面这样子搞得虎虎生风。那如果按在这个最高法院，他们常常要做的是从宪政的理念上面来看问题。宪政就是美国就是 checks and balance， 对，就是要制衡的理则。那制衡理则里面很重要一件事，国会拥有的权利里面，除了宣战的权利以外，很重要就是扣税嘛，要征税嘛，包括关税嘛，这个权利基本上是在这个国会手上的。对，所以你现在川普就是等于是破坏这个规矩，破坏这个民主这个美国的宪法的三权分立的这个理则嘛。所以一般来讲认为他会输，可是另外一方我们要去想，就是说大法官也是人呢。现在9个大法官里面6个是共和党的总统提名的，其中有3个是川普第一任的时候所提名的。按你现在说这些人，这大法官也是人啊，他的心也是他有人性的。对呀，所以他要感谢，而且当时这些美国的总统他们在挑大法官的时候，当然他们是要做功课的啦。第一个，他们对共和党的感情如何？第二个，他的理念上面对于我们共和党的这个政治的哲学，我们的思维的这个理念是不是比较的接近？所以他挑出来的人基本上，民主党挑的人会比较倾向民主党，共和党挑的人是理念上面比较倾向共和党的嘛？那你现在6比3，保守派有6个。相对来说有优势。对啊，它相对而且这个优势起来是很明显的所以大家就睁着眼睛去看。不过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即使你说它违宪，它现在主要指的是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嘛，对，关税里面的所谓的这个对等嘛，那其他的还是可以扣嘛，然后最重要是美国总统还是有些特权，譬如说232条款。301条款，这个我们都耳熟能详，能动不动就拿出来呀。对啊，如果232是针对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个大帽子，一扣上去，半导体的产品我就要扣你的税，汽车、不锈钢这些我都要扣你重税，为了国家安全啊，为了救我们自己的产业啊，很少人能够去对抗，你知道吧？而且你要对抗它的话，可能又要重新。要从这个最基层的法院又开始走起，要慢慢到最高法院。那时候川普大概任期都已经满了，对。所以作为总统，美国其实是个大总统，虽然是个民主国家，总统有太多的法宝，太多的权力在他手上供他使用，所以你真的要对抗一个总统不太容易啊！你说我这个不能做好，这个我就不要了，那我就拿另外一个东西出来啊！你说不要，但是也被我拖了一阵子啦。你说这个不行，那我再拿另外一个来。搞不好大法官都已经走掉了，都死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美国总统他的一个权利。川普在2.0就是他第2次执政确实跟无限画上了
等号一样哈，就是包括像是它的权力无限的扩张，还有包括刚刚我们讲到说委内瑞拉这个拥有它的石油资源是无限期的拥有这个石油资源啊，但是也看到这个美国的关税呢，现在当然大家等14号的这个判决，可是已经打得全天下大乱了哈。那日本跟南韩是因为经过和美国协商以后，现在关税都降到15%左右。主要受到的影响产业包括像是汽车、机械、工业设备，还有消费品啊。受到影响的企业包括像是本田汽车、现代汽车，还有这个三星电子等等哈。这是日韩的部分。可是最近啊，在日韩的股市啊，尤其日本股市啊，我们来看这个日经指数啊，还有 TOPIX 的指数呢，在新年度前2个交易日就累积了4.3%跟3.8%的涨幅啊，是1990年以来开年头2个交易日最强劲的涨势。日经指数更是突破了52000点。其实不止日本啦，包括台湾股市啊，你也看到涨破了3万点的。那乐天证券社长呢就说，高市政权具有弹性的成长战略很关键，他认为股市会持续稳定的发展，感觉好像是有点脱钩的感觉，说是不是真的关税的影响不大，以至于说亚股最近包括我们提到的日本、韩国，尤其是日本股市啊，台湾也是，这个都高的吓人。老师怎么看？日本股市的话，事实上是在高市首相的当选之后就突破5万点。那5万点到底有多高的话因为他在泡沫经济1989年12月29日的时候，最高点是38915点，所以5万点的话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会这么高的话？因为高市说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积极财政。那什么叫负责任积极财政？这个叫做我们所说 PB。Primary balance， 也就是所谓的税收跟税出，他希望达到平衡。过去是以单年度来去计算的，但是高市说是以几个年度来去计算，而不是说我今年收多少就花多少，因为这是他们好多年来的一个目标，确实达不到，这是一个点。所以在股市上面的话，高市它表现得非常好，因为它的一个积极财政会继承安倍首相的3支箭，但是他讲了一个负责任。不过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点在股市之外的话，就是在它的汇率。因为它的汇率的话，毕竟还是比较便宜，那便宜会造成它的一个物价会上涨。那如果说汇率往上升，就是变贵之后，日元变贵的话，物价自然就会变得比较便宜。那为什么汇率会变得没办法压下去的原因，会来自于日本银行，我们讲的叫做中央银行。日本银行的话，事实上是在去年的12月19日的话，在调高它的利息，只有到 0.75%，还是非常的低的。因为日本银行他们的做法就是稳健，慢慢的往上点，而不是给市场一个我们所说 surprise。你要一个 surprise 的话，日币才会升值，但它不要的这样子。日本央行长期来看的话，会维持低利，会慢慢的往上升，慢慢上升。但是它这个会产生它一个很大的问题。日本的负债是1129兆，占 GDP 是248.7，2025年的。这是他的一个问题点，所以他希望是用长期的一个角度成长之后这个 GDP 比自然就会往下降，这是他的 PB balance 是以数年度，而且是成长的角度，所以这是不同。OK， 因为现在大家在关注哈，因为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大家都知道说高市早苗其实是承袭这个安倍晋三的，那安倍3支箭哈，现在大家想说早苗经济学有没有办法再度的去创下这个日本的一些经济的盛况？可是那个时空跟现在这个时空会不会是一样哈？所以现在也在看这个事情。好，拉回到美国国内哈，最近有一件事情其实也是被大家热烈讨论，而且担心会不会演变成更大的一个冲突，就是呢，美国 ICE 的移民官员哈，他们最近在明尼苏达州 Minneapolis 的这个地方呢，枪杀了一名白人女子哈，引发众怒，有上千名的示威者呢上街怒斥可耻。也说执法人员呢用催泪瓦斯还有胡椒喷雾来驱离他们，甚至对于这个开枪这么轻易的就开枪射杀这一名白人女性表达非常的不满。那路透社有报道说呢 ，ICE 的探员当时是枪杀了这一名叫37岁叫做古德的女子，可是呢，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诺姆。等相关的官员呢，都为开枪的探员辩护说 ICE 的干员是出于自我防卫，而且也指控说这个被击毙的这名女子古德呢，当时是企图开车冲撞执法人员，是本土恐怖主义的行为。可是真的，如果你有看过那个影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跟恐怖主义实在差太多了。
那也难怪这个 ICE 的官员就是在现场被民众拍下来以后呢，怒斥，而且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走，可是他还是走了啊。现在接下来这个事情啊，风波，有人说这之前才发生了过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s 哈，那现在会不会变成是 White Lives Matters？ 这个事情怎么看？这边的话，我们首先要讲，要把一件事情把它归为是一个恐怖攻击、恐怖分子，是很大的帽子。因为其实美国是经历过恐攻，那他们美国也会去想，经过恐攻以后，他们有爱国者法案等等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对自由人权，甚至对他们的一个宪法修正案有很多的一些抵触的一些规定。对，那好不容易把它归为正轨了，那现在这一些是不是川普又会把它在这个倒回去呢？所以其实说实在，在什么外交啦、关税啦，很多美国人民他不一定有那么有感。因为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你会不会乱开枪，会不会去给我扣帽子，这个是关系到他们生活的。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处理好了。